我们都知道一年有4季，一天有白天黑夜，这些小时间周期我们都很熟悉。但其实，宇宙中还存在着更庞大、更神秘的时间循环，它们不仅影响着文明的兴衰，也牵动着生命的诞生与毁灭。这些宇宙级时间轮回，早在古人的圣典与神话传说中就已经被提及，仿佛他们早就知道某些我们现在才开始理解的真相。在这些古老文献中，有2个特别重要的时间循环：瑜伽轮回和梵天的昼夜。首先说说瑜伽轮回，它也被称为大年或时代之轮，其实就是地球的岁差周期，也就是地轴像陀螺一样在天空中慢慢打圈的那个过程。整个周期长达25800年，这不像日历上1年1夜，而是整个地球在宇宙中的一种宏大呼吸，每一口气就跨越将近3万年。而这个周期，古人认为会带来文明的兴衰交替，就像春夏秋冬不断循环那样，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整个生物界都在这个天体节奏中起伏波动。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轮回中，人类的意识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沉浮之旅。一开始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在印度古籍中叫做 Satya Yuga 真理纪，那是一个充满启迪、富足与和谐的年代，仿佛天堂在人间。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人类逐渐滑入了 Kali Yuga 黑铁纪，一个充满贪婪、操控、混乱和分裂的时代，也正是我们如今身处的阶段。但别误会，这不是一条直线向下的绝望轨迹，而是一个循环。当我们跌到意识的谷底时，文明会像触底反弹一样，开始缓慢但坚定地走向另一个黄金时代。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其实不然，这些古老传说背后隐藏着考古学层面的真凭实据。现代科学已经发现，在过去大约12000年的下行周期中，人类的身体确实发生了变化，平均身高缩小了至少10%，骨骼强度下降，运动能力减弱。更惊人的是，我们的大脑也缩水了，颅容量减少了大约10%到17%。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整体的记忆力减退了，判断力和道德感开始退化，而那些过去可能存在的更细腻的精神能力，比如预见力、心灵感应、灵魂出游、遥视能力等等，也逐渐淡出了人类经验。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意识的冬天，但别担心，就像四季更替，春天终会到来。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接近尾声时，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还在进行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没有饥荒，也没有疾病。当时的世界粮食充足，空气清新，身体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改变了，食物开始变得稀缺，各种疾病频繁出现，暴力事件和非自然死亡的案例也在激增。这不仅是文明的衰落，也是人类意识层级整体下滑的一个表现。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之前提到的瑜伽轮回，其实只是更大宇宙周期中的一小段，它隶属于一个被称为梵天的昼夜的超级宇宙循环。这个周期有多长呢？足足2580万年，也就是整整1000个瑜伽轮回。这个超级循环同样分为2半，一半是梵天之日，持续1290万年，这是宇宙生机盎然的阶段。这个时期会有500个完整的瑜伽轮回，生命在各个星球上繁衍，文明层出不穷，整个宇宙热闹非凡。但当这白天结束，一切就会崩塌归零，整个宇宙会归于混沌与虚无，一切生命回归源头，像潮水退去一般消失无踪。紧接着进入的是梵天之夜，同样也是1290万年。这一阶段，宇宙中没有任何有形生命存在，一切都处于沉睡状态，就像冬眠的种子，静静等待着重生的那一刻。等夜晚结束，新的一天就会重新开始，宇宙再次苏醒，生命重新涌现，一个全新的梵天之日便拉开帷幕。就这样，宇宙经历着一个又一个从生到灭，再从灭回到生的永恒轮回。
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章节。这些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方夜谭，甚至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底线。但让人震惊的是，几乎梵天昼夜中的每一个细节，竟然都在地球的化石记录中得到了印证。现在只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核心发现，帮你快速回忆。根据古老的吠陀文献记载，每当一个梵天之日结束时，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会被彻底抹除。这个周期大约是2580万年一次。听起来很玄，对吧？可你猜怎么着？现代地质和古生物学研究发现，地球上确实每隔26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灭绝事件。无论是恐龙灭绝，还是其他大量物种的突然消失，这种周期性的大清洗在化石记录中都有迹可循。而且，这个所谓的2600万年灭绝周期，已经被多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所确认，绝非偶然巧合。不仅如此，吠陀经典还提到，在一次灭绝之后，地球会进入一个沉寂期，也就是梵天之夜，长达1290万年，整个星球处于没有生命的死寂状态，就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在黑暗中等待下一个春天。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古人的智慧角度，还是从现代科学证据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在某种宏大的时间循环中呼吸、死亡与重生。也许，这正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时间的真正面貌。另一方面，化石记录告诉我们，每次地球经历大灭绝之后，至少需要1000万年甚至更久，才能逐渐恢复生态多样性，重新迎来新的生命物种。这是因为在灭绝之后，地球的环境依然非常恶劣，不适合生命立刻繁衍发展。但吠陀经典中却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只要梵天之日重新开启，新的生命就会开始出现，并且从那一刻起，大约需要47400年，地球上才会诞生出完整的生命体系，包括动植物、人类，甚至各种不可见的生命形态。这听起来是不是又有点悬？但奇妙的是，现代化石证据再次和古老传说神同步了。科学家们发现，新的物种并不像达尔文当初设想的那样，是通过漫长的渐变一点一点演化出来的。恰恰相反，大多数新物种都是爆发式的出现，就像突然从无到有，一下子就长成了完整的样子。这些所谓的快速物种生成事件发生得非常快，有时候在短短5000年到5万年之间就完成了全部过程。这跟吠陀文本所说的47400年诞生期几乎处在同一个时间尺度内。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古印度圣贤的预言，还是现代科学家的显微镜下，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的轮廓：生命不是慢慢爬上来的，而是突然之间在宇宙节奏中跃现出来的。古人显然早就掌握了关于宇宙大周期运行法则的深刻理解，知道这些宏大的时间轮回如何悄然改变地球上的生命条件，乃至我们的意识、文明与命运。而我们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读懂他们智慧中的真正含义，才开始意识到，那些被当作神话的教导，其实是对宇宙运行机制的高度总结。不过，我心里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这些惊天动地的周期变化？是谁或什么在主宰着我们的意识演变、基因突变，甚至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很明显，这样的力量绝非普通的自然现象所能解释，一定是某种极其强大、充满能量的宇宙源头在起作用，或许像太阳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天体。毕竟，只有这种等级的宇宙能量体，才可能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环境，乃至我们人类的思想与精神层次，甚至可以触发物种的灭绝与重生。换句话说，这些天启式的周期律动不仅是天文学的现象，更是生命意识的节奏。在1894年出版的神秘经典《圣科学》一书中，印度圣者斯里尤克特斯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揭开宇宙大周期之谜的重要线索。他写道，在东方古代天文学的传统中，太阳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仅仅是在银河中自由漂流，而是还在围绕一个更伟大的中心运转。这个宇宙中心被称为毗湿奴之旗。
尤克特斯瓦是这样描述的：太阳还有一种运动，它围绕着一个伟大的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叫做毗湿奴之旗，它是创造之力梵的居所，也就是宇宙磁性力量的源泉。梵掌管着法，也就是我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德性。当太阳运行到最靠近这个中心的位置时，这在天文学上对应于秋分点进入白羊座第一度的时候，法也就是人类的精神德性会达到极大的发展。那时的人类甚至可以轻松地理解一切，包括灵魂的奥秘。换句话说，这位大师指出，太阳不仅有行星系统的引力旋转运动，它还像一艘航船，在浩瀚银河中绕着一个宇宙主脑航行。而这个主脑也正是激发瑜伽轮回变化，决定我们意识升降的关键能量中心。当太阳靠近这个毗湿奴之旗时，宇宙中的梵能量最强，人类的意识与德性达到巅峰。我们不但活得更智慧、更高尚，甚至能直接感知灵魂的真相。这就是真理即到来的契机。而当太阳逐渐远离这个中心，人类也跟着渐渐迷失，走向道德衰退、精神麻木的黑铁纪。尤克特斯瓦接着写道，每当太阳运行到这个梵，也就是宇宙伟大中心最遥远的地方时，也就是秋分点移动到天秤座第一度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德性就会下降到极其低迷的状态。那时的人们将无法理解任何超越物质层面的东西。换句话说，当太阳远离宇宙中心时，我们就像失去了灵魂的方向感，只能看见眼前的物质世界，看不见内在的精神真相，也听不到宇宙更高层次的声音。读到这里，我们第一个会产生的问题可能是，尤克特斯瓦口中的这个宇宙伟大中心，也就是毗湿奴之旗，究竟是什么？太阳真的在围绕它转吗？答案其实就在现代天文学的发现中。今天我们知道，太阳确实并不是静止的，它正以每秒200多公里的速度围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完成一圈大约需要2.25亿到2.5亿年。这个银河中心也正是一个高密度、高能量的宇宙核心，被认为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所在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尤克特斯瓦所说的毗湿奴之旗，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中心。这个解读也完美契合了古印度的宗教象征体系和宇宙观。在印度神话中，毗湿奴是维持宇宙秩序的存在，而毗湿奴之旗被视为万物诞生之源。古代神像中常常可以看到莲花从毗湿奴肚脐中生出，象征宇宙之花在他体内孕育。从这个角度看，银河中心不仅是天文学上的重力核心，也象征着意识、灵性与生命的起点。于是，一切都连起来了。太阳围绕银河中心的运动，不仅是宇宙动力的循环，也是意识与文明兴衰的节奏。在印度的神圣图像中，毗湿奴被视为宇宙秩序的守护者，是维持万物不崩坏、不混乱的神性存在。而他最经典的形象之一，是一种被称为安纳塔塞伊毗湿奴的姿态。在这种形象中，毗湿奴斜躺在由一条无尽巨蛇编织的宇宙之床上，漂浮在无边的银河之海中央。他闭着眼睛沉睡，但却在梦中孕育出整个世界。从他的肚脐中生出了一朵莲花，象征宇宙的诞生与展开。而那朵莲花的花心中坐着另一位神祇梵天，也就是宇宙中一切创造力的化身。他从毗湿奴的梦中诞生出来，负责把梦境变成现实，把宇宙结构化、创造化。这也是为什么毗湿奴被称为 Padmanabha， 意思是莲花肚脐的神，而梵天则被称为 Nabbiya， 意即从肚脐中诞生的存在。那么，这些听起来像神话的描述，和我们现实宇宙有没有联系呢？事实上，非常有可能有。设想一下，毗湿奴所安睡的银河之海，是不是正可以看作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他所躺卧的那个神秘中央之地，正好就象征了银河中心，一个深不可测、充满能量与神秘引力的地方。那么，毗湿奴本身作为宇宙梦境的缔造者，就可能象征着银河系中那个壮丽的结构。中央恒星棒，它横跨银河系的核心，长达将近27000光年，
犹如一位巨神卧躺在星海之中，守护并维持着宇宙的律动与秩序。我们开始明白，神奇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与宇宙之间深层连接的语言，而银河系的中心正是这段语言最神圣的起点。有趣的是，这个银河系中央的恒星巨棒其实是直到2005年才被发现的。当时科学家们借助美国 NASA 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才第一次清晰地揭开它的面纱。这个中央棒状结构由大约3000万颗恒星组成，规模巨大，光芒耀眼。它不仅是银河系中最大最亮的恒星聚集体，更是整个星系的骨架之一。而它的作用恰好与神话中的维持之神毗湿奴不谋而合。科学家认为，这个中央棒就像银河系内部的一台螺旋桨，不断旋转，维持着银河独特的悬臂形状，让我们的星系不至于崩散。如果我们把毗湿奴看作银河系的中央棒，那么毗湿奴之旗就理所当然地对应着银河系中心，毕竟其在人体中就是身体的正中央。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天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古老神话的角度，毗湿奴之旗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了神话和科学交汇的那个点，它不仅是银河的中心，也是生命与文明节奏的宇宙发令台。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19世纪末的印度天文学家，别忘了，尤克特斯瓦的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按理说，当时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太阳是在绕着银河中心运行的。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现代天文学家，尤其是哈洛·沙普利和艾德温·哈勃，才刚刚开始怀疑，我们的家园并不是整个宇宙，而只是一个螺旋星系中的一部分。太阳并不在银河系的正中心，而是偏离中心约3万光年，它很可能在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换句话说，尤克特斯瓦在1894年所写的关于太阳绕毗湿奴之旗运动的描述，比西方科学界的正式认识提前了整整30多年。这又一次证明，古人的天文知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这些知识通过口耳相传，在特定的师承体系中代代相传了数千年。虽然对大部分世界来说早已失落，但在少数保留古老智慧的传承中却从未中断。尤克特斯瓦还写道，毗湿奴之旗是创造之力，梵的居所，也是宇宙磁性的源泉。这句话的意思是，银河中心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引力核心，更是宇宙精神与生命秩序的能量发射台。在那里，梵以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调节着万物的法则与运行节奏。那如何理解梵天掌管着法，也就是内在世界的精神德性这句话呢？如果我们已经确定毗湿奴之旗就是银河系中心，问题就来了，在银河中心，谁才是那个象征创造之力的梵天？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在银河系中心区域有一个天体完全配得上这个称号，那就是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简称 S2A。 它就像一位隐藏在宇宙心脏深处的造物主，既是物质与能量的吞噬者，也是星系结构与演化的塑造者。在天文学上，它的引力塑造着银河的秩序；在神话象征中，它正是坐在毗湿奴肚脐上的梵天创造的第一推动力。换句话说，银河中心的黑洞就是古人神话中的梵天，只是他们用诗意的象征讲述了一个科学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文学家们一直在观察银河系中心的一个强大的无线电辐射源，因为它位于人马座的方向，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人马座 A。 起初，人们只是注意到它的信号极其强烈，但随后科学家开始推测，能够释放出如此强大无线电辐射的宇宙天体，恐怕只有一种可能：黑洞。黑洞的概念最早来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在理论上，它被形容为一颗暗星，拥有极其强大的引力，只要有任何物质跨过它的事件世界，就会被无情地吞噬、压缩，直至无法逃脱。科学家认为，黑洞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一颗巨大而年老的恒星，在耗尽核燃料后，会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发生坍缩，最终被压缩进一个极其微小的区域基点，在这里密度与引力几乎无限大。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仍然认为黑洞只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是纸面上的理论假设。但这一切随着对人马座 A 的深入研究而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开始意识到，银河的心脏里真的藏着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吞噬者。天文学家后来推测，人马座 A 极有可能是一颗超大质量黑洞，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30万倍，却被压缩进一个仅比太阳大10倍左右的空间。科学界的解释是，在银河系中心的核球形成过程中，有一小部分缺乏足够轨道动量的物质，直接在中心塌缩，最终形成了这颗超大质量黑洞。不过，这里又冒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如果黑洞真是一颗暗星，那么为什么银河中心的这个黑洞还能发出如此强烈的无线电辐射呢？天文学家的答案是，这些辐射并不是直接来自黑洞本身，而是来自它周围的吸积盘。那是一圈环绕黑洞旋转的高温气体与尘埃，像一条炽热的光环。这些物质在被黑洞吞噬前，会因为巨大的引力作用而被压缩、摩擦、加热到极高的温度，释放出强烈的射电波。科学家将黑洞周围的吸积盘形象地描述为一圈圈过热的气体、尘埃与恒星组成的光环，它们像漩涡一样，不断向事件世界螺旋坠落。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天文学家发现，不仅银河系中心如此，其他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也会释放出覆盖所有频段的强烈辐射，甚至会从黑洞的南北两极喷射出高能等离子体喷流，直冲星际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界开始称这些黑洞为星系的中央引擎，它们像宇宙工厂的心脏，不仅掌控着星系的形态，还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能量与动能。如果黑洞真的是维系整座星系运转的中央引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推断，在银河系中心，也就是毗湿奴之旗的那个至高创造原理，也就是梵天，其实就是这颗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换句话说，根据斯里尤克特斯瓦的观点，正是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在调节着我们的精神德性，并推动着瑜伽轮回中意识的节奏起伏。